高房价、高利率、高债务，美国年轻人拿什么买房呢？你敢信吗？去年在上面看到了一则新闻，一对夫妻买房，买了15次，全部都被拒了。原本预算30万美元，最后把预算提到了38万美元，甚至高出挂牌价6.5万美元抢房，还是没有买到。最后不得已只能租了一套不到3000美金的二居室，结束了他们的购房历程。新闻还引用女主角的话说，那次加价6.5万的被拒之后，感觉自己被打脸了，醒醒吧，我们这个年纪不可能买得起房子。对此，只想说醒醒吧，买不起房子，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关于美国的千禧一代买房的这件事，给大家看看几组数据。美国房屋中位数价格涨幅图，自从1990年以来，全美房屋中位数价格已经从12.39万涨到41.32万，翻了2.33倍。特别是美国西北区域，房价从15万美金飙升到70万美金，中间受到2007年和2009年的经济危机影响，房价从25.74万掉到20.8万，2年掉了20%，一直到了2013年的一季度，房价才逐步恢复到20.8万。后续房价持续飙升，高房价已经压得千禧一代喘不过气。相比之下，工资却基本没有啥增长。我们再来看看高房价和低收入的双重打击，房价涨得飞快，工资却原地踏步。1990年房价中位数是家庭收入的2倍，而到了2022年，这个数值已经变成了5.8倍。这差距简直让人绝望！不要以为5.8倍跟咱们中国没法比，别忘了美国的千禧一代还有3座大山：信用卡还款、助学贷款和车贷。2023年，美国信用卡的平均年利率已经超过20%，助学贷款总额更是突破了1.7万亿美元。年轻人毕业时平均要背负3万到5万美元的助学贷款，买一辆新车的平均贷款金额接近4万美元，别说转钱买房了。很多的年轻人光还这些债务都已经焦头烂额，年轻人想存钱购房根本没有可能。按揭利率是房市的另一把杀手锏。2020年，30年期固定按揭贷款的利率曾经低至3%，让很多人看到了买房的希望。但是好景不长，到了2023年，利率飙升到了7.6%，几乎是翻倍。虽然2024年下降到6.2%，但是相比之前还是高得吓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套43万美元的房子，3%的利率下，月供大概是1800美元，而在6.2%的利率下，月供直接涨到了2600美元，多出的800美元对很多家庭来说，这是压垮他们幸福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城里买不起房，回农村吗？大城市的高房价让许多千禧一代
不得不选择搬离大城市，转向更偏远的郊区。那里虽然房子便宜，但通勤时间增加了1倍，生活质量直线下降。有人吐槽他在城里部队待了20年，结果退役了，居然没有能力在城里买房，最后只能搬到更偏远的郊区。在那里，他不仅每天要开1个半小时的车去上班，还经常能听到 biu biu 声。看来买房的代价不只是钱，还有生活质量。买房还是千禧一代的美国梦吗？你以为拥有房子就一定幸福吗？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近一半的美国房主对当初买房的决定感到后悔，尤其是那种冲动购房的人。他们发现，房子的各种意外开支成了生活中最大的遗憾之一。盲目的跟风买房，反而可能让生活变得更加的焦距。用情感决策是导致人生投资重大的失误。持有房产并不是衡量你财务成功的唯一标准。我们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虽然说美国目前还缺近400万套住房，大家预测未来的5年房价还要涨15%到20%，千禧一代可能更加买不起房了。但是超出自己能力的购房，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焦灼。千禧一代，你并不孤单。购房梦碎，美国年轻一代陷入财富的困局。当今社会，很多人奋斗一辈子，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买房问题深刻影响着大多数人的工作、消费和投资的决策。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放弃了这个梦想。根据美国西北大学的李承亨和芝加哥大学的柳永根本月初发表了一篇论文，美国的年轻一代有的推迟了购房计划，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根本放弃了购房梦。买不起房这件事情，在美国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危机，让数百万的美国人只能望房兴叹。2022年，美国房价的中位数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5.81倍，远高于2010年的4.52倍和1984年的3.57倍，而且这还没有算上保险等等也在同步上涨的相关成本。一旦买房看似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人们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从此不再努力赚钱交首付。而那些坚持买房梦的人，往往在生活中更加精打细算，在工作中也会更倾向于努力奋斗。也就是说，决定买房与决定不买房的人的行为模式是有很大不同的。论文指出，这些区别凸显了希望的强大力量。如果你相信买房目标可以实现，那么在一生之中就会去存钱，去努力工作，去进行理性的投资决策，这些都会对社会的长期贫富差距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解释了为何千禧一代和 Z 时代都出现了摆烂式消费的现象，也就是有的年轻人在奢侈性消费和旅游上面毫无节制。2023年，美国千禧一代的租房者当中，完全没有攒首付的人的比例已经从2018年的48%飙升至了67%。与此同时，
人们越来越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很多人不再相信努力就有回报的鬼话，而是开始萧然躺平。在净资产低于30万美元的租房者中，有4%到6%的人坦诚自己已经躺平，这个比是有房者的2倍。随着买房梦的破灭，新兴投资平台和高风险加密资产的兴起，也给人们提供了另一条致富增值的途径。如果稳健储蓄和传统资产积累已经不足以实现买房的目标，一些家庭就可能会寄希望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策略，比如投资加密货币。对那些买不起房的人来说，在高风险市场上赌一把，或许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尤其是在一些年轻人看来，几乎就是月光族。研究人员发现，即便购房意向较低的年轻租房者与购房意向较高者的财富水平上相差不大，但他们一生中的行为差异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简单来说，一个放弃买房梦想的人，可能会更难摆脱低财富的人生轨迹。研究发现，低购房意向者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的净资产几乎是为零，他们的资产积累微乎其微，几乎一直都是在当月光族。这种行为倾向于甚至是有遗传性的。如果父母对买房失去希望，那么子女在人生起点上掌握的资源就更少，因而他们也会更倾向于不买房。相反，有房者的子女成为有房者的概率也更高。这样的话，不买房也会形成一种传导的机制，这会加剧代际贫富的差距。如此一来，普通家庭如果没有代际财富的转移，就会更难实现买房的目标。到了40岁，对于有生之年要不要买房这件事，大多数租房者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有的人目前虽然放弃了买房的希望，但是只要凑够了钱，他们还有具有买房意愿的。对于这部分人，有必要对他们提供帮助。在当前的高房价的背景下，即使是高收入的美国人，也存在着日益加剧的经济焦虑。许多年收入达6位数的美国人，其实自己都在承受着不为人知的经济压力。有64%的年收入达6位数以上的人表示，他们的收入还远远谈不上成功。其充其量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数据显示，即便是高收入的人群，也存在着经济的焦虑。他们表面过着富足的生活，私下里却也要还债、还信用卡，或者为了生存挣扎。考虑到买房、住房、医疗、育儿、交通和大学学费的上涨，美国真正的扶贫线应该定在家庭年收入14万美元。与此同时，如果你的收入低于格林所定义的贫困线，那么你就算再努力提高收入，你也还是被社会抛在了后面。美国的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意在那些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人，却为了那些试图爬出社会底层的人设置了一个陷阱。当你的收入从4万元增加到10万美元时，你的福利的消失速度就超过了工资的增长的速度，将这称为死亡之谷。
千禧一代购房研究报告，更多的人准备永远租房。生于1980年到2001年的美国千禧一代已经成年，成为美国社会最大的群体。对于投资者来说，研究了解千禧一代的购房置业的意愿，也会投资决策有大的益处。在全美国的范围内，千禧一代租客中计划长期租房的比例由去年的10.7%增加到12.3%。部分的千禧一代享受租房生活，并且认为租房更加省钱，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唯有选择租赁才不用担心支付的能力。对许多人来说，首付是最大的一笔费用，也是拥有住房所有权的最大资金保障。但一些群体，特别是少数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千禧一代，认为不良信用是更大的障碍。尽管购房得到强烈的支持，但是近一半的千禧年租客没有首付的积蓄。一些人期望得到家人的资助，但是与去年相比，这种资助的水平正在下降。学生债务是阻碍购房的又一个因素。无债务的千禧一代比仍在偿还大学贷款的人每月多储蓄大约$100。在住房储蓄方面，是否拥有学生债务比是否拥有大学学位影响更大。按照目前的储蓄率估计，在未来的5年内，只有25%的千禧年租客能够支付10%的中等房价首付。如果取消学生债务偿还义务，购房比例将提升至38%，并且超过50%的人会选择在大都会区买房。千禧一代与住房市场有着独特的、令人沮丧的关系。当婴儿潮时代 （1946年到1964年）之间出生，和 X 时代 （1965年到1980年）之间出生30岁时，快速施工和郊区化的盛行，购房处于可负担、可选择的状态。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买房是美国梦的核心。但是千禧一代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作为年轻人面对的经济环境是住房市场的崩溃、房价的猛涨、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千禧一代到了买房的年龄，许多人对他们能否买得起房子表示怀疑。相对较低的住房拥有率、晚婚和小家庭的经济特征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了千禧一代的身份象征。绝大多数的千禧一代想拥有自己的房子，但是他们的住房拥有率明显低于前几代人。在过去5年的调查当中，要求租房者描述他们的购房目标和影响他们购买首套住房能力的实际因素，收到了全美超过1万位千禧一代租房者的回复。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计划永远租房的比例正在上升，即使是那些在希望未来买房的人，也有近一半的人还没有攒够首付。对负担能力的担忧明显影响了生活方式的偏好选择。学生贷款债务的持久影响和家庭支持的下降，使得许多千禧年租房客买不起房子。大多数的千禧一代仍然有购房的欲望，但是比例正在下降。2019年的时候，12.3%的千禧年租客表示计划长期租房，而这1年前这一比例只有10.7%。同时，
住房的计划受地理位置影响较大，在5个大都市圣何塞、底特律、圣路易斯、旧金山和波特兰，超过15%的千禧年租客则计划长期租房。在亚特兰大和达拉斯，这一占比不到10%，可想而知。由于纽约和洛杉矶等沿海城市，以及加州的其他主要大都市地区的购房成本很高，那么这一占比也是很高的。在租房者的统计数据当中，黑人的千禧一代的购房欲望表现突出。对于大多数的种族群体来说，住房计划是相似的，比如白人、亚裔、拉美裔或者多种族的千禧一代，有12%到13%的人表示将长期租房，然而只有8.7%的黑人千禧一代选择这种方式。负担能力成为了千禧一代拥有住房的最大障碍，因为选择长期租房的生活，许多千禧一代逐渐发现这种生活方式的好处。租房者对生活的城市和社区选择更加灵活，在家庭采购方面更青睐便利的设施，同时避免家庭维护和意外住房的成本带来的不便之处。但是对这些生活方式的偏好，是否阻止了千禧一代成为房主呢？调查发现，租房生活带来的好处对购房的影响远不如负担的能力。在购房的千禧租客当中，70%的人因为买不起房而等待，而只有33%的人表示还未准备好适应更长久的生活方式。同样，在那些不打算购买的人当中，69%的人表示长期租房的原因是买不起房，而只有40%的人认可更灵活的租房的生活方式。虽然租房生活的便利之处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更多的千禧一代选择租房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购房仍然被视为经济优越后的选择。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之后，一些分析师探讨了市场崩溃是否动摇了千禧一代的购房信心。理论上，租房变得更有吸引力，因为购房可能受到市场再次低迷的威胁，即从稳健投资转变为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有研究也认为，租房可以创造财富，有时优于成为房主。但我们研究表明，大多数千禧租房者不同意这些观点，只有28%的人认为购房是具有财务风险的决定，因而选择租房生活。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另一项调查中，62%的租房者表示，从长远来看，租赁代替购房是在赔钱。购房的资金短缺问题因种族而异。我们让那些有购房欲望的千禧一代告诉我们，是什么问题阻碍他们购房。到目前为止，最大的障碍是首付款。60%的千禧年租客提到了这一问题，而38%的人提到了信贷的不佳，29%的人提到了月供的负担。但是这些担忧并非所有千禧一代都普遍的关注。当我们按种族划分时，我们就会发现不同种族对购房有不同的资金压力。比如白人和亚洲千禧一代更可能担心首付的前期成本，而黑人和西班牙裔千禧一代则更担心信贷不良会阻止他们获得抵押贷款。
首付储蓄低，家庭援助也在下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许多千禧一代住房者付不起首付。首付款是购房过程中最大的一笔支出，但不幸的是，千禧年租房者在2019年为这重要的第一步储蓄进展甚微。近一半的人表示想买房，却没有首付预留的存款。仅有12.9%，比去年的12.2%略有上升的人储蓄超过1万美元。调查对象还报告了他们的月收入中有多少被扣下来用于首付储蓄。通过2个指标相加，到目前为止的总储蓄与每月的额外储蓄总额，我们可以估计每千禧年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支持他们当地大都市地区中等价格的公寓的首付款。在全国范围内，只有13%的千禧年住房者能够在未来5年内支付20%的传统首付。如果我们将首付减半，这一比例就会上升到25%。再假设首付比例下降5%，就会有39%的千禧年住房者可以买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调查的每一个大都市，即使假设每个人都有资格获得一笔贷款，也只有不到50%的千禧一代房主表示在经济上做好了5年内购房的准备。一些挣扎着自己存够钱的千禧一代可以求助于家人，家庭的资金支持会成为购房的影响因素。但是，不仅个人首付储蓄今年停滞不前，对家庭援助的期望也有所下降。17.4%的千禧一代希望得到支持，低于去年的19.1%。这种支持的价值也在萎缩。2019年，他们希望得到8928美元的资助，比去年期望的9878美元要少。家庭资助也不公平，与去年的一样，大多数的家庭资助是留给高收入的千禧一代。我们发现个人收入和父母首付援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千禧一代期望得到的支持是收入在7.5万美元至10万美元之间的2倍多，是收入分配最低端的6倍多。这一趋势突出了代际财富的周期性效应和不公平性。今天买不起房的贫穷的千禧一代，可能在长期积累财富方面遇到了更多的困难，可能无法向子女提供资金的援助等等。学生贷款的债务继续减少千禧年购房的机会。2019年的调查再次凸显了学生贷款债务对千禧一代住房储蓄能力的影响。每月的收入中有多少用于偿还学生贷款？57%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千禧一代表示欠下了债务，而那些欠下债务的人每月只能储蓄低于100美元。这种差异累加迅速。受过大学教育无债务的千禧一代最有可能在银行有首付储蓄，他们的平均储蓄是那些在偿还学生贷款的人的2倍多。事实上，在住房储蓄方面，有和没有学生债务的人之间的差距，比有和没有大学学位的人更大。自美联储2006年发布数据以来，学生贷款债务总额每季度增加数百万美元。经济学家认为，年轻一代的持续增加的债务与下降的住房拥有率之间有因果关系。相应的，政治领袖也感受到年轻选民的压力，部分领导人趋向于更加积极地减轻负担。前者认为所有的学生债务都应该免除，后者的目标是让低收入家庭免除债务。为了更好地理解学生债务所造成的障碍，
我们用自己的调查数据模拟了参议员的提案，假设每月偿还的学生债务都用于储蓄首付，这一影响是显著的。在全国的范围内，能够支付10%中等价格公寓首付的千禧一代，将从25%上升到38%。对于那些想要尽可能减少预付费用的人，估计超过一半的人可能支付5%的首付款。这意味着，在一些大都市，能够买得起首套住房的千禧年租房客的数量将增加整整20%。在经历了10多年的下降之后，全国住房拥有率再次上升。更多的千禧年租房者认为他们会永远租房，虽然有些人承认租房带来的生活便利，但是大多数人租房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买不起。如果没有戏剧性的转变，千禧一代的住房拥有率似乎不太可能很快赶上前几代人。随着千禧一代在20到30岁选择租房，我们也将监测下一代 Z 时代，他们的年龄在22岁以下。年轻一代更多样化，按部就班地接受更高的教育，更可能的在租来的房子里长大。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